洪水消退，贪官倒台。我倒想看看这些慕天府的百姓们到底许的是什么愿望。这应该是在祭奠亡魂。今年水患，死伤者难计。其长堤永固，永绝此患；江水常清澈，人间久清明。这倒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如今想来，还是如此触目惊心。这每一盏灯，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，有人惦记着，总有得云开月明之日。可是，太子殿下，我入大理寺区数月，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。只是一个慕天府，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，也不知这大境的百姓，何时才能够等到江水常清澈的那一日？江水常清澈，乃积岁之功，并非一朝一夕可得。但是太子殿下，有些人踽踽独行数年，可是一直都不得沉冤昭雪，他们无人记得，无人挂念，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？我无法回答你，但是安乐，大境有你这样的扬清扫浊之人，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可得人间久清明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一人。无论何时，你我皆是同行人。谁稀罕同行？同床还差不多。哎，小心！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。是安乐。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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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晃的。殿下想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安乐，你很好。殿下为何突然这么说？今天最大的功臣难道不是温硕吗？是你一早便把温硕算进这个局里。你知道他聪颖强记，必成梁柱，所以初下江南，便设计我带上他。又以怨禽试探确凿，这才让他此后处处有功。那还是殿下把温硕培养得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把人名字还有自己都记得那么清楚的。其实殿下何尝不是在下一盘棋呢？从查河宫开始，你就一步步想让钟离文陷入到你的陷阱里面。那也是因为有你这个聪明的合作者，才不至于让我唱一出独角戏。哎呀，毕竟我也是殿下花了番心思才筛出来准许留在身边的呀。不，然了，你其实是唯一的意外。最完美的储君，难道不是将一切意外都变成志在必得吗？殿下被我说中了心思，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这。
面前，外面为何如此之吵？小姐不去看看？听随行的侍从传话回来说，殿下将一众官员驳斥得哑口无言。这就已经开始查案了？是啊，今早，殿下听说小姐不肯前去和他一起审案，还独自在门前站了好久才走呢。他去做他的盛世储君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若非小姐，殿下的穆天府之行绝不会如此圆满。对了，荷花银坠子查得如何？我和院叔这几日也多方盘问，最终得出是一名中姓男子所盗。然而这中姓男子孤苦伶仃，目前人还暂时没有线索。看来他和我之间，总要有一个不圆满。殿下都忙完了？对。钟丽文贪墨赈灾粮和核抵款的证据确凿，已判秋后问斩。其余官员已被革职查办，还有乡绅家产充公，已被赈灾之用。殿下办事利落。安乐，你也并未偷闲。为殿下排忧解难，我还是很在行的。那些赈灾银也已经在送来的路上，这些灾民也可借此稍作喘息。要我说，其实这朝廷根本就不用送什么赈灾银过来的，反正一切都已经被殿下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，不是吗？安乐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哦，说到这个我们，安乐可就有话要说了。既然我都帮殿下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，那我在太子府的位分是不是应该连升3级啊？我想想啊，美人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到了良院的位置了？这么看来，我离太子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不管我觉得如何，太子殿下如今不是还有个尾巴没甩掉吗？殿下在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想。我猜猜啊，殿下应该是在想，这个任安乐偏偏想要在这多留几天，而我呢，就偏偏不遂他的意，气死他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没有？那殿下就是在想，等回京之后，就把任安乐扔到那个太子妃混战里，跟斗蛐蛐一样看着，得有多好玩，是吧？真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殿下一定是在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让任安乐成为太子妃。要不，殿下就是倒着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把这个任安乐给踹了。任安乐总觉得我在想任安乐。难道不应该吗？是，我也时常告诉自己，不应该。不想就不想。那殿下倒是告诉我，你这么着急回京是为什么呀？依了你的建议，处理那条不安分的尾巴。为何殿下不留在江南守株待兔啊？新的府尹即将上任，若刺杀发生在穆天府，会让他惹上麻烦。殿下替天下人都想得周全，唯独偏偏漏了任安乐。任安乐，真没有，我其实是……
殿下。哎，太子殿下！看，是太子殿下和任大人。快看，太子殿下！任大人，太子殿下！任大人！任大人！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寒夜携人安乐，拜谢诸位。太子殿下千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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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乐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百姓有你这样勤政爱民的储君，是韩家的福气，也是大靖的福气。当年帝家为了休战止戈，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。如果帝圣天可以看到此景象，想必他也不会后悔。你说的对，这世上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太祖和帝圣天，但我们却可以迎来海晏和庆的盛世。安乐，这里是苍山，每年这一日，我都会来到此处。寒夜，我从没想过，有生之年我还会再走进这里。安乐，见臣礼吧。我还以为太子殿下让我行晚辈礼呢。太子殿下带臣到这是为何事啊？墓碑上的字，乃帝家家主留下的。太祖遗旨独葬于苍山，除韩帝两家古显外，外人皆不可入。就连太后也不可以。陛下曾说，皇祖父此举荒唐自缢，给皇家留下了闲话。从这个方向看过去，正是靖南。如太子殿下所说，太子殿下带我到这儿来，是否有违了祖制啊？
我想让皇祖父见见你。他老人家一定很欣慰。安乐，我能预见，你会陪我创下大晋盛世。太子殿下回京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殿下想说的，不止于此吧？你锋芒毕露已成事实，朝廷之中不会因此毫无芥蒂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上奏陛下，无论是赈灾，还是寻得钟离文贪赃枉法的证据，功劳皆在于你。既然都知道我得罪了忠义侯，太子殿下还要为我上奏，是存心要逼安乐彻底站太子殿下的队，从今往后一条道走到黑呀。安乐，你已卷入朝廷争斗之中，无法脱困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太子殿下不肯娶安乐，却要用帝王之术将安乐绑在身边。不知太子殿下是否还记得，我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，只要是太子殿下你祈愿的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那既然太子殿下说要做知己，那便做知己吧。既然作为知己都能够来到皇家禁地，安乐应该觉得知足才是。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只是这太子妃之位虽然不可得，但安乐还是会全力以赴争取。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啊，那我3万水师的聘礼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啊？太子殿下，那可不是我任安乐的作风。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在为谁而跳。那条尾巴，殿下，好身手。不及你。我早料到今日殿下会来苍山，没想到任大人却成了计划里唯一的例外。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都被殿下给算计了。殿下，你这棋下的可真好啊，一箭双雕啊！原来我是被骗来苍山的。殿下，您用千金之躯，只是为了诱我出来吗？毕竟你乃忠义侯座下暗卫之首，大靖不世出的剑法天才。殿下是何时察觉我的身份的？你曾效忠我7年，我自是信任你的，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我的贴身侍卫，统领太子府禁军。只是此次下江南，忠义侯未免太过心急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手中。属下遵命。他已经走了，殿下是何时发现他有问题？遇刺当晚，我便说过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可是我们亲近之人有苑琴、苑书、温硕、吉利，还有这个简颂。得到闵行账本当日，我便将铜矿下落按照2个时辰的时间差告诉了他。若是他们当中有人透露了风声，那么钟离文那日必然会动手。原来是内侍。那晚的刺杀，
不取我和安乐性命，只为给我们警告，也是你的授意吧？殿下与我，毕竟有知遇之恩。可惜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忠义侯亦有恩于我，属下不得不做。殿下，接招吧！他不是寒夜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心慈手软，可杀不了我。我只知道，你是我7年来的友人。真是殿下知道。殿下早都想到这结局，所以不带一兵一卒来到这苍山，就是为了要留他一条性命。可惜，他太过骄傲，不愿承我的情。他是领了情的，不然殿下也不会毫发无伤。走吧。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任安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愿一直信你。过了这道城门之后，风波又会更加激烈了。不过安乐有句话想问殿下：方才在苍山之巅，我亲见殿下下了局好棋，殿下何时把安乐也给算计进去的？那你又是如何猜中我的算计的？自然是因为殿下对安乐知无不言了。任安乐，自从你打着3万水师进京求聘的旗号，便每一步都踏在我的计划之上。这也都算是巧合吗？与其说是巧合呢，倒不如说是缘分吧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哼，安乐千里迢迢献上3万水师，自然是为太子殿下而来的呀。我不管你从何处来，但我知道，你本性纯良，心怀大义。我会帮助你站到你想站的位置，也相信你会是个治世良臣。太子殿下总觉得自己将安乐看得一清二楚，却从来不肯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殿下说自己对安乐从未动过心，安乐偏偏就不信。我要赶紧回京了，要让我未来的公公看看他未来的儿媳才是。这。任安乐，你翱翔9天之翅，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
恭喜你啊，阿乐。如今这朝堂之上，半数人已经受你恩泽，再加上这江南，也终于落下我们的棋子了。是我和寒夜，还有大家不知道的你。此去江南，有何收获？我随着那个荷花坠子一起去找到了一名叫做钟海的旧师身上。可惜时间过去实在太久，他已经下落不明了。但是在钟里文家中的花瓶当中，确实找到了8万名将士的名录，还有10余名幸存者，他们的名字都被圈出，其中便有钟海。看来这个钟海至关重要，我会派千月阁全力追查。阿乐，如今朝堂之上，半数已经是我们的人，不参选太子妃也可以。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想掌控天下，无非手握权柄还有民意。当弟子缘化身为任安乐，本就是以身为饵。若我不入漩涡之中，又如何能让京城流言四起？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，他才会露出马脚，我才能结清真相。可我怕你深陷其中，忘了复仇。寒夜治理江南水患，无论是他的胸襟还是智慧，都当得一个好储君。但灭我8万将士，还有灭我9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寒夜。明白就好。